光线是好看。一路向西，穿过沙漠和戈壁，荒原也逐渐展现出它的活力。昼夜不歇的抽油机是这片土地最常见的社畜，它指引我们来到冷湖，一个被人遗弃、曾经热闹非凡的石油小镇。但如今，这里只有在寒风中茕茕孑立的残垣断壁。规模不小哦。一眼望不到头的房子，一间一间一间的，在这儿曾经一定留下了许多的故事。几万人相聚在这儿，把青春献给高原，他们也把青春献给石油，把青春献给戈壁。很难想象这里究竟经历了什么。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边缘，冷湖石油工业遗址被几大无人区包围。和石棉矿一样，其实都不适合人类生存。在这一望无际的荒原中间，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，赤地千里。但眼前犹如电路板模样的一排排房屋，在这无人区上，又是那么突兀，又那么壮观。他们用残存的身姿，苟延残喘地坚守着70年前的记忆。在这片废墟之下，到底埋藏着怎样的过往？看到没？就是这个地方。92年之前，这里是青海石油管理局。现在已经搬迁到敦煌了。对。1954年，地质队员的脚步打破了这里万年的寂静。最初的勘探者仅凭简单的工具与坚定的信念，就在这漫天风沙中寻找石油的踪迹。来这里之前，我听到过一个故事。1955年，一支由8个人组成的女子测量队，在一次工作结束返回营地的途中，遇到风沙而迷失了方向，来时的脚印又被流沙所覆盖了，只能在野外露营。等到第3天，他们被找到的时候，发现都已经失去了呼吸。尽管条件如此恶劣，但依然阻挡不了满怀激情的人们来到这里。他们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终于等到石油喷薄而出的那一刻。至此，小镇沸腾。一群又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，他们告别了城市的繁华，来到冷湖，成为几万名石油工人中的一名。帐篷、简易房迅速搭建起来，机器的轰鸣，斗志昂扬的人们，打破了荒原的死寂。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、俱乐部，还被称为西北的小香港。一代人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身处荒原的小镇。哪里有石油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然而岁月流转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石油资源逐渐枯竭，小镇繁华不再，人们陆续离开，曾经的家园慢慢被黄沙剥蚀。如今只有留下的这片废墟，才能作为石油小镇存在过的证明。他们的石油基地在哪儿啊？啊，石油基地，这是他们的生活区，我不知道。石油基地是在周围开采石油，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。这肯定是他们当年的宿舍，他们在这儿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。房子塌了以后，好多都被瓦砾给覆盖了。哦，那里还有茅台啊？这应该是个男生宿舍，啤酒，说不定埋了一瓶很多年前的茅台，捡了就发了。这一只鞋，要么小孩，要么女的，皮鞋，要么是女孩子，要么是小孩的。哦，女孩的吧？哦，高跟鞋，地上还有。哪儿？这儿地上小高跟鞋，是吧？这是女性的，你看这凑成了一双鞋子。这还有一双红色的。你看看他们当年的这个带有蝴蝶结的
是不是蝴蝶结的鞋是不是很时尚？这儿肯定是女生宿舍，因为在这儿还留下了很多女士的很时尚的鞋，在那个时代来说，我认为在这个时代还是很时尚。罐头，他们可能以前啊很爱吃罐头，以前几万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，而且都是年轻人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肯定大家都互有情愫，那种感觉。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些戈壁滩上发生的故事了。这些残垣断壁，终究有一天也会被这里的风沙所掩埋。人类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粒尘埃。也许几十年后，这片废墟也会再次被风沙掩埋，回到人类发现这里之前的样子。冷湖石油小镇的兴衰，是中国石油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。这里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艰苦、人类最难以生存的地方。也许只有在那儿生活过的人，才能骄傲或者痛心地谈论它吧。